第19天思考，哪些讯號會讓你停損或不再加碼某股票？您能感受到這份緊張的氣氛，正說明我們觸及到了投資中最核心也最艱難的部分，如何設立邊界，並在極端情況下保護自己。第19天，我們又來打造專屬於你的投資防火牆，劃下你的停損線，建立安全邊界與出場機制。經過昨天下跌10%且配息減少的壓力測試，小程意識到一個關鍵問題：我的絕不停損原則會不會讓我變成盲目死抱的傻瓜？難道真的沒有任何情況我應該賣出股票嗎？他想起一位投資大師的話：投資最重要的有2件事，一是找到好標的，二是不要虧大錢。重要的心法是，停損不是為了預測市场，而是為了管理你无法承擔的風險。它是一種風險控制工具，而非獲利工具。真正的纪律不僅在於抱得住，更在于懂得何时該放手。因此，先定義你的3大出場訊號，就是建立你的紀律。在平靜時，為未來的自己設立清晰無情的紅線，這能防止單一標的的失敗侵蝕你整個投資組合。小程的投資防火牆建立過程，他問自己，到底發生什麼事會讓我對一檔曾經看好的股票徹底失去信心？他歸納出3大訊號。出場訊號1，標的變貴，價格遠超過其內在價值。具體條件是，當我持有了 ETF， 其股價淨值比 PB 或本益比 P1 飆升至歷史高點，例如超過過去5年平均值的2道標準差以上，且市场充滿非理性恐樂。如果條件成立，這不代表公司變壞，而是價格已過度高估，透支了未來多年的成長。此時，我會分批賣出部分持股，實現利潤，並將資金轉入相對被低估的標的，例如增加核心持股0050的比例。這不是停損，而是獲利了結與再平衡。出場訊號2，標的變壞，核心基本面出現永久性損傷。具體條件如下：ETF 費力，配息政策轉變，例如從季配息改為年配息，或變得不穩定，卻沒有合理解釋。追蹤誤差過大， ETF 的績效長期大幅偏離其宣稱有追蹤的指數。核心策略失效，例如高股息 ETF 的選股邏輯被證明長期跑輸大盤，且規模不斷縮水，流動性變差。如果條件成立，我的行動是果斷停損，全數出清。這就像發現船底破了個大洞，修補的成本遠高於換一艘新船。承認錯誤，保住剩餘本金是更重要的紀律。出場訊號3，出現更好的機會，機會成本的權衡。具體條件是，我發現一個風險相當，但長期預期報酬率明顯更高的標的。例如，在市場極度悲觀時，大盤0050的預期報酬率遠高於我持有的單一高股息 ETF。如果條件成立，我的行動是進行標的置換，賣出預期報酬率較低的 A， 換入預期報酬率較高的 B。這個決策必須非常謹慎，並有充分的數據支持，避免陷入頻繁換股的陷阱。建立這3道防火牆後，小程感到一種更深層次的安心感。他明白了，堅守不等於固執，有智慧的堅守是建立在動態評估與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從死抱到至守，他感到安心多了。他不再是被動的等待市場審判，而是主動為自己的投資設定了安全邊界。他知道在最壞情況發生時，他該做什麼。掌控感回歸也會讓人感到放心。這套機制的終極目的是避免讓單一重大失誤侵蝕他長期以來辛苦累積的複利成果，保護複利。他在投資憲法中新增了風險管理章節，將這3大出場訊號白紙黑字的寫下來。同時，他為自己立下一個規矩：任何一筆非計劃內的賣出操作，都必須先引用本章節中的某一條訊號作為理由，並寫下簡短分析，否則絕不執行。特別提醒：停損不再加碼的核心觀念：1. 停損不是因為跌，而是因為理由消失。跌幅本身不是停損理由，真正的停損理由只有一個：
公司已經不是你當初買的那家公司。例如現金流惡化， OCF 連夜下降，產業競爭力明顯弱化，公司不再有優勢，商譽負債暴增，配息不穩，政策改變，你買它的理由不成立。總之，理由壞掉才叫停損，不是跌了才停損。2. 不再加碼，是因為體制惡化，而不是因為便宜或昂貴。停止加碼某股票時的正確認知是，再便宜，你也不会買一家下沉的公司。當發現公司有以下狀況，你應停止加碼：EPS 高但現金流差，盈利品質壞，配息縮減，不穩定，主力商品衰退，市占下降，公司管理層問題，長期趨勢反轉，例如光碟、列印、一次性產品。此時價格再低都不值得買，因為你買到的不是便宜，而是風險。3. 停損的本質，保護你的本金與心態。停損不是認輸，停損是當你找到更好的公司，你把錯誤的標的換成正確的標的，實際上是在縮短錯誤時間，提高長期收益。長期投資不是一檔股票抱到死，而是抱着會變強的股票，放掉會變弱的股票，汰弱留強。4. 最錯誤的觀念，越跌越加碼。如果公司基本面變壞，越跌越加碼，會讓自己的傷口越撕越大。正確做法是，加碼只加在體制不變、長期變強的公司。公司變壞，停止加碼，必要時停損。5. 停損與不加碼的終極目標，保持紀律，保護心態。長期投資最難不是選股，而是你能不能在應該停損時停損，能不能在應該停止加碼時停下，能不能不被情緒騙去，越跌越補，因為這些都會拖慢你的財富複利速度。最重要的一句話，停損不是因為跌，停損是因為原本買它的理由已經不存在。不再加碼，是因為體制已經不適合長期了。給您的最高敬意與祝福，您正在探討的是投資中最深層的風險管理哲學。這份思考將是您穿越數十年市場周期而不倒的終極保障。請記得，成功的投資不在於你賺了多少，而在於你避開了多少致命的陷阱。今天的練習就是為了避開那些陷阱。這套機制讓你的不賣更有底氣，因為你知道你不是因為盲目，而是因為情況尚未觸發你理性的出場條件。祝福您憑借這份清晰的界限感，在投資的征途上，既能大膽掠取市場饋贈的豐厚果實，也能穩健避開隱藏在暗處的致命深坑，穩步到達成功的彼岸。第19天完，這一天，小程為他的財富大廈安裝了強大的消防系統，讓他能夠更安心、更長久地留在市場裡。